在高楼林立的城市小巷里，有一家叫易香轩的小中餐馆。这里有个用心做饭的男人，菜单上的菜他能迅速端上桌。如果你有特别想吃的，告诉他，他也会认真做给你。来这家店的客人都说，来这真是来对了。从东京大学毕业的三桥，在一家小公司工作，尽管学历高，每天却只能用计算器敲打，还被上司打压批评。沮丧的三桥离开办公室，狂按电梯，想快点逃离这压抑的地方，顺便找地方吃午饭。抱怨着，三桥不知不觉走到了一条陌生的小巷，几经转弯后看到了易香轩，就在这儿吃吧。明明是中午，店里却空无一人。看着老板长得有点凶，三桥还是忐忑地坐到了吧台。还没点餐，三桥就接到上司催促工作的电话，连午饭都吃不安宁。三桥觉得每天的生活痛苦极了。老板看出三桥的疲惫，希望他能在店里吃得饱饱的，露出笑容。炒饭、饺子、回锅肉。三桥一遍遍看着墙上的菜单，却没什么想吃的。老板说想吃什么都可以。虽然这是家中华料理店，但凭借他的厨艺，不管客人想吃什么，他都能做。三桥想了想，也不知道吃什么，突然想起刚才同事说的汉堡肉，那就来一份吧。老板系上那条旧旧的红头巾，把菜刀靠在额头上，仿佛获得了力量，开始猛切洋葱。牛肉馅、猪肉馅、面包糠，洋葱碎放进盆里，再打入一个鸡蛋，用手搅拌均匀。最重要的步骤是双手不停地拍打肉馅。做好的肉饼放入油锅间，淋上浓郁的汤汁，整个过程行云流水。配上西兰花等蔬菜和一颗完美的煎蛋就上桌了。三桥夹起一块，连着酱汁，内部热气瞬间涌出，浓郁的肉汁太香了，肉的香味完整保留，入口即化。应该是那隐约的菠萝味起了作用。煎鸡蛋的蛋黄还是流心的，用蛋黄裹上汉堡肉，配上米饭一起吃，这是三桥一天中难得露出笑容的时刻。小哥，你今天一定会走运的。三桥不解，老板仰头解释，善始者善成，总之把饭吃好，笑一笑，人生就会幸福起来。他刚才吃饭时的笑容就很不错，希望他能把今天的事情记下来，永远不要忘记笑容的力量。眼看午休时间快结束，三桥也离开小店往公司走去。刚才的经历仿佛一场梦，三桥忍不住哈哈大笑，看来这家小店真有意思啊。阿春是家庭主妇，女儿上大学后，丈夫提议夫妻俩久违的去旅行。可出发那天，丈夫因工作突然要去公司。看着镜子里精心打扮的自己，阿春没有沮丧，决定好好逛逛，去买自己喜欢的衣服，看看化妆品，还想去一家居酒屋，但现实总是不如理想。最后她还是去了附近的超市，买的东西也和平常一样，不过是蔬菜和卫生纸。多年来辛苦照顾家庭，她已不知道怎么给自己花钱买东西。阿春拿出记录旅行攻略的笔记本，想着即使不能观景泡温泉，至少要吃顿海鲜。可惜这个时间很多店都关门了。顺着一条条小巷，他来到了易香轩的小店门前。这里会有海鲜料理吗？阿春试探着走了进去。他从未一个人来过这种小店，一开始只是紧张地趴在门缝往里看。厨房里不断冒出热气，却不见服务员或厨师的身影。你这么盯着看，墙都要开动了。阿春决定在这里吃碗拉面就回家，结束这平凡的一天。可老板告诉他，别看店小，店里无论客人想吃什么，老板都能做出来。于是阿春点了海鲜刺身，恰好店里今天进了一批上好的马鱼，也许正是在等阿春的到来呢。他提了个请求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想吃伊豆旅游地那种造型刺身。对老板来说，这当然没问题。老板系上那条旧旧的红头巾，仿佛获得了力量，一气呵成地切开鱼肉，挑去鱼刺，将鱼肉与鱼皮分离，最后切成适口的刺身。鱼骨架用竹签插起来做成造型，配上橘子和生姜，一份伊豆风情的马鱼造型刺身就完成了。阿春很惊讶，明明是家中餐馆，却能做出这么正宗的造型刺身。他拿起橘子，将汁水挤到鱼肉上，每次咬下，马鱼的味道在嘴里化开。鱼肉很新鲜，直接吃也一点腥味都没有，蘸上生姜和酱油更有风味。只觉得此刻自己好幸福。老板告诉他，凡人皆有一失，也就是说，不管是谁
都会有伤心难过的时候。家庭主妇每天重复着琐碎的工作，理应得到家人的尊重。听了老板的话，阿春心里不禁悸动，这是他第一次有这样的体验和劝解。虽然今天没买到化妆品和喜欢的衣服，但这也算找到了想做的事。这个留着辫子的男孩叫阿峰，梦想成为未来的说唱之星。为了得到圈内前辈的赏识，他深夜11点来到公园公厕，帮忙进行隐秘的交易。可眼前这个男人根本不懂他的暗号。你手里的是麦克风吗？男人把他带到小巷的中餐馆，原来他不是交易对象，而是这家店的老板兼大厨。阿峰显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。老板说先吃点什么，要谈什么之后再说，在这里可以点喜欢吃的，他全都能做出来。阿峰确实饿了，但又有些不好意思点菜。老板建议咖喱猪排也不错。好的。只见老板脱下外套，露出里面的厨师服，戴上那条旧旧的红头巾，转身走进厨房，提前做好的咖喱从冰箱拿出来，放到火上再次加热。大块猪排斩断肉筋，裹满炸粉，再包上一层蛋液和面包糠，下入烧好的油锅，炸到表面金黄酥脆后捞出，趁热切成合适大小，每一块猪排都是外酥里嫩。最后与咖喱和米饭摆盘上桌。这时坐在前厅的阿峰接到了朋友的电话，对方一开口就问有没有事，因为听说交易对象被抓了。阿峰这才知道厨房里的男人真是店老板，去公厕只是因为想上厕所。阿峰本想离开，但看着眼前的咖喱猪排饭，肚子咕咕叫，还是先吃完再走吧。满满一勺咖喱饭送入口中，天啊，咖喱里加芝士太好吃了，炸猪排也超大，入口酥脆，再是软嫩，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来。老板说，你这叫鬼面佛心。阿峰外表夸张，但内心并非如此。老板猜阿峰是心灵导师，专门在公园厕所蹲守不良少年，让他们重回正途。阿峰也想象了一下，如果自己真成为导师会怎样。他本想坦白自己是说唱歌手，但看着老板炽热的眼神，好像什么都说不出来了。如此神奇的一天，写成说唱歌词也不错。退休后的郑雄先生最近每天把自己关在家里，连好友约他打门球他都不想去。听说最近来了几个球技不错的新人，郑雄先生的表情有些复杂，但还是对好友说不去，然后关上了房门。这时肚子突然咕咕叫，他决定不做饭，久违的出去吃点东西。现在他走路要靠拐杖，步伐也很慢。路上遇到同一个社区的邻居，对方说下周社区住户要去郊游，希望他也去，但郑雄先生只是摆出不情愿的表情，一句话没说就走了。他慢慢走到易香轩门前，老板正在门口浇花，看到郑雄先生脚步蹒跚，便说天气冷，让他进屋休息。不用了，还是暖和点好。不等郑雄先生同意，老板转身把他背了起来，尽管他一直喊着放下，老板还是把他送进了店里。看着菜单，郑雄先生想，很久没吃中华料理了，偶尔吃一次也不错。但老板告诉他，别看店小，他能做任何客人想吃的菜。郑雄先生正琢磨要点什么菜，老板突然给他盖上一条毯子，说看到他的一瞬间就知道这么冷的天，他想吃的一定是芋头炖乌贼，这是现在最适合你的。同样没等郑雄先生同意，老板就戴上那条旧旧的褪色红头巾，走进厨房开始烹饪。芋头去头去尾，削皮，新鲜乌贼去内脏和骨头，切成小块，最后和芋头一起炖煮，整个过程行云流水。看着老板的背影，郑雄先生想起妻子也曾这样站在厨房为他做一日三餐。芋头炖乌贼一上桌，郑雄先生就迫不及待地品尝。芋头炖得软烂，和乌贼的风味很大，乌贼口感弹牙，生姜更是发挥了完美作用，让身体涌起暖流。妻子的声音又在他心中响起，以前他总是一边做饭一边唠叨，说他脾气不好，嘴巴也坏，然后帮他解决生活中的困难。可这样好的妻子却先离开了世界。想到这些，郑雄先生忍不住哭了出来。他决定要坚强起来，不能永远活在回忆里。老板也鼓励他，以后的生活会变得更好。回去的路上，郑雄先生扔掉了拐杖，走起来健步如飞。原来之前他都是被困在心病中。他又拿起了打门球的装备，回到了球场，决心不让新成员超过自己。今天小店的客人是位女校长，在学校工作，每天早上都会热情地迎接学生。可没想到
今天早上竟然因贫血晕倒了，真是丢人。是因为太累了吗？他觉得自己可能是因为最近太在意学生的脸色，所以一直神经紧绷。想着想着，他走到了一条小巷里，这是他之前从未走过的地方。这里竟然有家饭店，想着自己已经贫血了，不如去吃点东西，恢复一下体力。店里没有客人，只有一位看起来有点凶的老板兼厨师。虽然大家都觉得老板长得凶，但女校长却喜欢这种风格的男人。她觉得老板的长相很帅气。女校长说自己想吃点能恢复精力的料理。老板从柜台上拿起一头大蒜，说这是最好的补充精力的食物，而且最近店里进了优质的整鸡，正好可以做适合他的韩国料理参鸡汤。虽然没吃过这道菜，但这么帅气的老板推荐的一定不会错。老板戴上那条旧旧的褪色红头巾，转身走进厨房。这整鸡也就比手掌大一点，肉质非常嫩，在鸡肚子里放上糯米，还有大蒜、大枣、人参等配料。从衣服里拿出一根牙签，把鸡屁股缝紧，默念让它一定好吃后放入砂锅，加水没过鸡肉，再加洋葱、大枣，小火慢炖。闻着从厨房传出来的大蒜香气，女校长感觉自己全身都放松了。今天就放开来吃，恢复精神吧。等待鸡肉炖好的时候，校长收到了学校老师发来的短信，还附上了一段视频。孩子们都很担心他的身体，特意拍了视频来问候他。女校长非常感动，差点哭了出来。过了一会儿，老板端着砂锅从厨房里走出来，这种料理的精华都在汤里。女校长一勺汤下肚，感觉自己的意识都升华了。生姜和大蒜的味道很浓郁，和汤汁搭配的恰到好处。鸡肉里包着各种配料，香味全被激发出来了。吃了这锅参鸡汤，自己的工作也要更加努力。老板这时感情又上头了，他说自己从心底非常尊重女校长的工作，而且他本人也一直受到老师的关照，只是以他的性格到现在都还很害羞。显然刚才的视频老板听错了，他把老师当成了医生，而且还是肛肠科医生。女校长觉得太羞耻了，但又不好意思说出真相。没想到老板竟然在他面前用屁股弹跳了起来。我不是肛门的专家，虽然吃饭时听到这些话不太开心，但多亏了那锅参鸡汤，校长的精神已经完全恢复了。第二天一早，他又能站在校门口，热情满满的迎接学生。今天小店的客人是这位练习拳击的年轻小伙。为了即将到来的比赛，他每天坚持训练跑步，立下目标，这次比赛一定要 KO 对手。可是刚跑到一处居民区，他就感觉肚子很不对劲，咕噜咕噜叫个不停，感觉很酸爽。他到处找能上厕所的地方，结果就顺着一条小巷子来到了中华料理店易香轩门前，只能在这里借厕所了。老板看起来凶神恶煞，他本来想借厕所的话也没能说出口。不好意思，不用麻烦了，坐下。我知道了。小伙不明白老板为什么生气，但老板隔着柜台说他知道小伙想要什么。你想吃什么？什么？你想吃什么？老板提议给他做碗粥喝。老板戴上那条旧旧的褪色红头巾，转身走进厨房，梅子肉切碎，然后在大锅里加水和米慢慢熬，最后把梅子肉加进去搅拌均匀。小伙觉得自己实在忍不住了，不如趁老板做饭时逃走。可他的小动作还是被老板发现了。他想起练习时教练说他总是逃走，所以才会输掉比赛，而逃走是因为他害怕受伤。老板这么说，说不定是因为看过他的比赛，想鼓励他。小伙喝了一口粥，米熬的黏黏的，味道甜甜的，调味料恰到好处，加了梅子后味道虽酸，但细品还能尝出一丝甜味，大概是加了蜂蜜的缘故。米粥暖乎乎的，吃的他都冒汗了。谢谢，我会继续努力的。老板说，天下之所以有人会犯大罪，都是因为肚子里没有吃的，但也可以说所有罪恶都是从肚子开始的。老板希望小伙也能去别的店好好道歉。小伙不明白他在说什么，老板却说他是常在附近吃霸王餐的罪犯。正是因为他进店时的怪异姿势，饿得捂着肚子，呼吸粗重，暴露了他的真实身份。小伙想解释自己那样只是想上厕所，但老板根本听不进去，还说自己开店多年，绝对不可能看错。这时小伙的肚子又疼了起来，实在吵不过，只能顺从。老板说什么就是什么，但老板还没完，决定传授小伙一些经验。
从他的出汗量就能看出，小伙马上就要忍到极限了。好不容易话题告一段落，老板开门走进厕所，小伙只能留下周的钱，然后夺门而出，开始找厕所。没想到他刚从店里跑出来，这一刻仿佛时间都静止，他再也不用着急找厕所了。这天晚上，小店走进了一个扎双马尾的女孩，她是地下女团的偶像，可惜每天穿着女仆装在台上跳舞，最终也只有4个粉丝。今天是她29岁的最后一次表演，马上就要30岁了，她也打算不干了。看着女孩若有所思的样子，老板问她想吃啥，女孩想了想，进门时看到老板在削竹签，就说想吃章鱼烧。说话间，老板拿下脖子上的红头巾，抖了抖就系在头上。他从仓库找出做章鱼烧的炉子，用鸡蛋和面粉调了面糊，然后在烤炉上倒上面糊，在每个格子里放上一块章鱼，接着撒上葱花和红姜，再盖上一层面糊。等面糊稍微凝固后，用竹签把它们一个个滚成圆形，最后撒上酱汁和调料就完成了。等老板做菜的时候，女孩回想了自己当偶像的日子，虽然每天生活很累，训练也很辛苦，但能在舞台上发光的那段时间，她真的很开心。章鱼烧做好了，谢谢。这小丸子做的真圆，看着就好吃。女孩尝了一口，外皮脆脆的，里面却很软，章鱼块也给得很大。她想起和队员一起吃章鱼烧，都没这个做得好。想着想着，她忍不住哭了起来，因为明天就要从女团毕业了，这些回忆不能再有了。有什么烦心事吗？女孩想起握手会时那些黏糊糊的手，久久不放。她嘴上说不想干了，心里却舍不得舞台。老板说不能多评，但她觉得女孩的工作肯定能给人带来快乐，从她的眼神就能看出来。不过老板肯定猜错了她的工作，他觉得女孩这么大岁数还打扮成这样，在这行不多见，一般这种都是头上缠棉绳留平头的大叔。女孩很困惑，不知道老板在说什么。做寿司最重要的是心，真心热爱就够了。女孩真不懂，老板怎么以为她是做寿司的。这时老板自顾自解释，全是男人的厨房很热，还有些不讨人喜欢的老男人，鱼腥味也很重，但再重也得用手捏。女孩听了老板一番话，感觉好累，不过也想起了自己做偶像的初心，看来还是想继续走偶像这条路。如何在野外做一顿超美味的料理，要点是把火烧旺，新鲜食材和熟练刀工也必不可少。这个戴眼镜的男人叫岛田，他今天来咖啡店是专门见胖藤原的。对方给他讲了一个新项目，说是关于元宇宙的新公司，如果想改变人生就得赶紧投资。岛田信了他的话，凑了一大笔钱给他。不出所料，这是出了岔子。岛田对自己的人生很绝望，开车来到郊外，想用一根绳子结束生命。关键时刻绳子断了，岛田躺在地上生自己的气。这时易香轩的老板出现了，他正在尝试单人露营，却误会岛田是露营老手，因为他这地上的装备连帐篷都没有。老板也试着直接躺在地上，这样能感受到地面还有泥土和草的味道。这人怎么这么奇怪啊？老板觉得岛田只靠一根绳子就能露营，自己这样的新手得拜他为师。自己是厨师，拜师费用就用一顿大餐代替吧。他把岛田带到自己的露营地，拿出鱿鱼和小刀，用铁锅加橄榄油炒洋葱末，再加鱿鱼、番茄酱、大米、虾和蛤蜊，最后盖上盖子，把火烧旺。一道露营版西班牙海鲜饭就做好了。岛田乖巧地坐在一旁，尝了一口，味道太棒了，米饭硬度刚好，蛤蜊也很鲜甜。他边吃边想，自己好像很久没吃到这么热乎的饭菜了，能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，他突然不想死了。为了以后的美食也要活下去，他忍不住哭了出来。老板看着夜景说，蛤蜊其实挺可怜的，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汁水有多美味，这是放在人身上就是自己的特长，有时候正是自己发现不了的东西。他说岛田不是一无是处的人。这时岛田向老板坦白，自己根本不是单人露营的专家。老板其实也早感觉到了，这种总是能降低存在感的姿态，熟悉野营且装备只有一根绳子的人，肯定是在世界各地穿梭进行秘密行动的雇佣兵。不得不说，老板的脑洞太大了，眼前这男人瘦弱的样子，怎么可能是那种身份呢？岛田完全不知道老板在做什么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应对这样一个人，只不过吃了他做的料理，就想继续活下去了。工作一天后，什么味道最解乏？除了咸味，那一定是辣味。一锅被辣油和辣椒覆盖的还在翻滚的热豆腐，吃完绝对能让你的嘴印上最美的色号。老板每天一大早就做好准备，在中午顾客上门前就会开店。只不过今天的风有点大，他一出门头巾就被风吹跑了。还好他还有几条备用的，
之后他若有所思地来到厨房，切了些小葱和猪肉片，然后又准备了一些香料。油热后，香料爆锅，再下猪肉片，紧接着把各种蔬菜和发酵到有些酸味的泡菜放进去一起翻炒。点睛之笔是颠勺前放几个干辣椒。既然今天没客人，那就当自己的员工餐吧。好辣，但真好吃。他突然想起第一次吃这泡菜炒猪肉的情景，那时是女友做的。之所以这么辣，是因为女友爱吃辣，只是交往很久了，他好像都没想结婚，这让女友很为难。于是他听朋友建议，把结婚杂志放在显眼位置，但这杂志没引起他注意，反而被拿来电锅了。这天晚饭是超辣麻婆豆腐。老板其实不太能吃辣，但为了女友，他也想适应，即使嘴辣肿了也不抱怨。直到女友把杂志放到他眼前，他才看了2眼，但好像不感兴趣，接着就进卧室睡了。他鼾声如雷，女友却愁得整晚没睡，第二天也没心情吃早饭。你一直都会吃早饭的，不吃早饭才怪呢。这时老板才意识到问题出在杂志上，他赶紧向女友道歉，还说自己没用，然后很正式地跪坐在女友面前。接下来不出意外的应该出意外了。他说自己隐约察觉到那天是周二，他们公寓回收废纸的日子。他拿起那本杂志，笑得满脸褶子，说要马上拿这些废纸去垃圾站。看着他这么不解风情，女友应该是彻底绝望了。这种人设绝对住孤生啊。这天店里还是没客人，老板闲着坐在吧台边，看关于宇宙的书，看得入迷，水壶响了都没注意。此时一个来自长崎的学生在这个城市休学旅行。阿武和同学们不太合得来，其他男生都在看街上的美女，但他没兴趣。大家说要去吃可丽饼，他不想去，就和他们分开了。一个人真自在。阿武走着走着来到一片居民区，肚子也饿了，想尝尝东京的特色菜，但他不知道东京有什么特色菜。他走进小巷，发现了一香轩中餐馆，却看到老板在门口甩塑料水管，这动作太奇怪了。欢迎光临。阿武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拉进店。听说这是他在东京的最后一天，老板决定全力款待他。胡萝卜、洋葱、大葱、白菜切好，放入中式铁锅翻炒，炖了一整天的高汤是关键食材，所有食材做成了一碗长崎杂烩。阿武看到这道菜愣住了，因为他从长崎来，想尝东京美食，没想到吃到的是家乡味。快来尝尝。阿武发现这里的长崎杂烩完全不一样，好吃到他在长崎都没尝过这种味道，尤其是汤和蔬菜混合的鲜甜，真是特别。我很想把这星球的美好分享给你，想到我的料理承载着地球的未来，我就特别认真的做了这道菜。显然老板又开大了脑洞，他肯定以为阿武是他甩水管召唤来的外星人。之前他还想了很久该用什么菜招待，最后觉得这个最好，因为长崎杂烩材料丰富很多样，我很欢迎你这个外星人来地球。老板给阿武看自己的宇宙杂志，阿武这才知道自己被当成了小个子土星人。老板让阿武放心，因为他不是敌人，还伸出手指希望阿武能和他对碰成为朋友。阿武觉得这个人太离谱了，已经超出他不能和同龄人交流的范畴了，但他还是伸出了手指。万一你们打算侵略地球，我会全力抵抗的。阿武说不出话，只觉得这个人太荒唐了。在老板注视下，他吃完了一整碗杂烩，然后回到集合地点，讲完经历后连老师都不信，但他现在已经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了。当个外星人只做自己想做的事好像也不错。一位在酒吧工作的女孩养了个牛郎，她知道对方只图她的钱，但还是盼着每天能见到他，真是傻。这天晚上他又被放鸽子了，难过地边哭边在街上闲逛。等回过神，已经走到一片陌生的住宅区，然后看到了一香轩中餐馆，想着最近没吃过拉面，女孩现在很想吃一碗。她走进店里，发现一个客人也没有，老板正在打扫卫生，来一份普通的拉面。老板觉得他点最普通的拉面肯定有特别的原因，因为在他看来普通才是最难的。说着老板就把旧红色头巾戴上，把面条放进大铁锅煮，期间在碗里放一勺酱油，再加1大勺面汤，就做好了基础的酱油拉面汤底。煮好的面条捞出一根尝尝是否 Q 弹爽滑，之后捞出沥干水分，放入刚准备好的汤底中，放上一大片叉烧，一小片鱼板，还有一小撮葱花，就可以给女孩端上桌了。女孩先尝了一口汤底，看着习惯就知道是常吃拉面的人，知道拉面的精华都在汤里，这味道异常鲜美，真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只是普通的拉面却这么好吃。女孩吃面时，老板突然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。老板想说的是，一只猴子没能赢得新姨母猴的心，于是大声叫了出来，但却和现场的另一只母猴成了一对，建造了流传后世的猴子山。女孩忍不住好奇，这是什么恋爱格言吗？难道老板知道她今天被放鸽子了？说到普通的好处，老板说普通的好处通常很难察觉，就像他眼前的这碗拉面应该也一样。显然老板的脑洞又开大了，他觉得这女孩肯定是从小就很艰难的照顾弟弟妹妹长大，弟弟妹妹们吵架也是家常便饭，作为大姐肯定很多地方需要忍耐，但这可能就是作为一个普通姐姐要经历的事。不过总有一天一定会意识到普通的好处，她肯定觉得我是大家族的长女。说着说着，老板还忍不住哭了出来。在他的想象中，女孩肯定每天要给一大家子的人做饭，
没钱吃汉堡就用豆芽当做替代品，每天晚上还要去领免费的面包边。说到激动的时候，老板还热烈地为他鼓掌。虽然拉面很好吃，但女孩也觉得这一晚的经历挺无语的。从店里走出来的时候，她甚至忍不住笑出了声音。她很久都没有遇到这么有意思的事了，得赶紧和在酒吧一起工作的姐妹们分享一下。如果你几天都没吃饭，最想吃的东西会是什么呢？我觉得肯定不会是什么特别夸张奢侈的菜，而会是一些非常朴实简单的家常菜。香薰的老板每天开店之前都会专门出门看看天气，今天看起来是个阴天，不知道生意会不会好。而镜头里的这个男人，生活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，连饭都几天没吃，只能靠喝水充饥。看着厨房里的刀，他冒出了一些可怕的想法。但看到超市里年轻的女收银员时，他突然觉得这么做不对。从超市出来，他在大街上漫无目的的闲逛，只盼着能有个有钱人出现，让他抢点钱吃顿饱饭。走着走着，他意识到自己来到了一片陌生的住宅区，还闻到了一股很好闻的饭菜香。他顺着香味穿过小巷，看到了一家叫一香薰的中餐馆，推门就走了进去。他发现老板正坐在店里用炭火烤鱼，目光落在吧台上的零钱上，然后举起刀朝老板走去。他现在非常比起那些零钱，他觉得炉子上的烤鱼更有吸引力。别靠近我！老板却毫不畏惧，瞬间就把男人手里的刀夺了过去，然后一把将男人抱在怀里。肚子饿坏了吧？说着，老板就回到厨房，先淘米煮了一大锅米饭，又煮了一锅味增汤。等米饭煮好，就在手上蘸点水和盐，趁热把米饭团成三角。行，虽然只是最简单的盐饭团和味增汤，但这就是最适合几天没吃饭的男人的饭菜。再配上刚才的烤鱼，绝对是最符合他现在胃口的食物。男人想起上次吃饭团还是在老家那会儿，这简单的味道真暖和，也特吸引人。自打和爸吵完架，他就10年没回去了。可现在日子过得太窝囊，他哪还好意思回去？所以我现在身无分文，实在不好意思。香薰老板拿起桌上的刀，说他年轻时也干过类似的事。一回想，他那时的眼神跟面前这男人挺像的，但从他后面的话里，男人听出了不对劲。原来老板不是拿刀抢劫，而是常去一家小饭馆吃饭，觉得味道不错，就专门带刀去跟大厨学艺。现在他终于也能当师傅了。老板脑子又开窍了，把这男人当学徒了。他确实想把手艺传下去，从今个儿起你就是我儿子了。那男的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套上厨师服，拽进了厨房。那老板根本不听他说话，自个儿闭眼切菜给他瞧。虽然挺厉害，但那男的根本不想学。弄好了之后，老板又给他看，用手能估准1克的量，还能单手落5、6个土豆不到，这都快成杂技了。老板说练这花了10年，那男的要是用心也能成。可那男的真不知道学这有啥用。我不是来拜你为师的。那男的脱下厨师服，鞠个躬说了声谢谢，就悄悄离开了香薰。老板还在那玩土豆呢。那男的知道老板是真心帮他，也明白这份心思，但他真不想干厨师这行。回家路上，他给爸打电话，这次想回家，还馋爸爸做的饭团呢。饭后一起谈，就此完结了。咱们下部剧再见了。